在美国拿到绿卡，我拿到医保，看病不要钱，我花了$1000看这个病，但是一分钱没要，而且给我配中文翻译。那为什么没有考虑在美国那边养老呢？我们也去参观了，我觉得不适合我们，我们还是希望回家。就是落叶归根，对，落叶归根，对，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都是落叶归根。对对。说实话，我也经常流泪，思念亲人，也为波折的生活。还是那句话啊，单纯为了赚钱，美国不是你的好选择。普通人赚这个汇率差都消耗在美国了，成熟社会也没有发财捷径。就像群里面另外一位兄弟说的啊，来美国谁也不敢说不是为了赚钱，但喊你看到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看到孩子的笑容，看到洁净的空气、水和食物。最重要的是啊，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没有提防的纯粹。遗憾的是啊，走过来再回去的人啊，还不是个例，有的正在抉择，有的已经回到了伟大祖国开始生活啊，有的正在回去的路上。最近呢，有个微信群叫此生无悔返华夏，这群里面啊，记着几百号已入外籍的中国人啊，每天聊的是热火朝天的，不是聊怎么在那边买房置地啊，而是聊怎么把这身羊皮给扒了，变回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个群里面的众生相啊，那是真叫精彩啊。有个叫苏姐的，是群里面的活跃分子，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美籍华人。那当初他走的时候吧，为了把这个国内的资产给转出去啊，为了办那个移民手续啊，那是削尖了脑袋啊，他恨不得把家里面的锅碗瓢盆啊都给变卖了。现在呢，在这个群里面啊，天天发语音啊，嗓门是又急又气啊。哎呀，这个海牙认证怎么这么难办啊？我都跑了3趟了，腿都跑细了。存款冻结证明我也按要求办了，几十万美元压在那儿也不敢动，怎么还是不行呢？还有一个珠海的陈先生啊，也是个典型，他在那边混了有7、8年了，发现是根本融不进去啊。在那边吧，也就是个2等公民，修水管、送外卖的，干着在国内根本瞧不上的活儿。那听说国内现在是发展好了啊，想回来养老，想落叶归根，结果呢，他在群里那叫一个无奈啊！兄弟们呀，我是真没办法了，那个无犯罪证明我好不容易是开出来了，寄回来了，结果审批耗了我11个月啊！等这个审批下来，告诉我证明过期了，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看着他们在这个群里面互相倒苦水啊，互相分享什么退籍攻略、复籍指南，我就在想那这帮人当年前赴后继往外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啊？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觉得中国这艘大船开得太慢了，或者觉得这个船上太挤了，非要跳到那艘看似豪华的游轮上去结果回头一看，哎呦喂，原来那艘游轮是泰坦尼克号，虽然还没沉，但已经撞上冰山了。而中国这艘大船呢，那是换了核动力正劈波斩浪呢。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哎呀，不行，我得跳回去。总还是家乡的情节的，是，还就是想回来。在那儿呢，确实不错啊。食品安全，空气也好，住的也好，玩的也好。但是呢，比较孤闷。周围的人吧，我们英语又不太好，跟人家呢关系也不错，但是深入的交谈，他们来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总是老家吧，还要回来，叶落归根。你听听你以为这坐公交车呢，想上就上，想下就下？这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那咱们接下来就得好好聊聊，就是把这帮人卡得欲仙欲死哭爹喊娘那个死循环。政策面上看吧，咱们国家其实挺大度的官方口径是咱不关门，只要你原籍是中国人，现在想回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恢复国籍。条件看着也不难这核心就一条，提交近半年的国外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乍一听，这不挺合理的吗？你出去了这么多年，谁知道你在外面是干正经事儿，还是加入什么乱七八糟的组织干什么违法乱纪的勾当啦？我们要个证明，这是对国内老百姓负责，对吧？那这帮想回国的人一听，觉得这简单呀，我在那边虽然没有混出人样，但是咱也没犯法呀。于是乎，那是摩拳擦掌准备材料。结果是真一上手
才发现这就是个鬼打墙。咱们来盘盘这个逻辑啊。您听仔细了，这第一步呢，你得在这个国外开那个无犯罪证明，这个证明呢是有效期的，通常是有6个月。注意啊，这6个月呢，不是说你交上去之后管你6个月，而是说从你开出来的那天开始算起。那这第二步呢，是这个证明开出来还不行，你还得拿去公证，还得拿去搞那个什么海牙认证，还得翻译成中文。这一套流程下来尤其是现在国外那个办事效率大家都懂的，那帮老外办事那是树懒附体没个2-3个月下不来的。那好，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证明有效期已经过去一半了。这第3步也是最要命的一步你把这剩下的一半有效期的材料呢，万里迢迢的寄回国内提交给咱们的公安出入境部门。那咱们这边的副级审批流程那叫一个严谨这官方的规定时限是180个工作日，注意是工作日，这还不算节假日。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根据群里面那些难友的反馈就是实际耗时往往要达到12到14个月这就有意思了，这简直是太有意思了。那这就好比是2列火车，前面那列火车呢叫材料有效期只有6个月长，那后面那列火车呢叫审批时长有14个月长。那你想让后面那个列车追上前面那辆列车，那除非是发生奇迹那等到咱们这边那位负责审批的办事员终于处理完堆积如山的案卷拿起你的档案吹了吹上面的灰，准备盖章的时候呢，他低头一看日期，再一看你的这个证明，哎呦喂，陈先生，不好意思你这张无犯罪证明是12个月前开的，那按照规定这早过期了我也想给你过但是规定就是规定，驳回，请重新提交。哎呦喂，我要是那个陈先生我估计当场就得一口老血喷在手机屏幕上。这不就是咱们小时候玩那个狗咬尾巴的游戏吗？永远在转圈永远差那么一口气。那有人就说了，那我加急办这个证明行不行呢？我飞回去办行不行？拉倒吧，跨国公证认证那是有硬性时间的。而且最逗的是吧，就算你重新办了一份交上去对不起你的申请流程可能因为这个补材料又要重新排队了。这群里面每天都有人崩溃有人骂娘，有人想找黄牛，有人想托关系，但是没用这就是制度的铁壁铜墙这简直就像是我想回家，家门呢看着是开着的，但我却在这个门口的台阶上被这一层一层的台阶绊的是鼻青脸肿的，摔得七荤八素。那这个时候吧，你可能会问哎呀，这也太不人性化了吧，咱们国家办事效率不是挺高的吗？怎么这点事儿它解决不了呢？改个规定不就行了吗？我看了一些网友的分析这事儿没准它就不是个 bug， 它是个高招，而且此招简直太绝了。那为什么说绝呢？因为国籍这个东西吧，它不是像你去超市办的这个会员卡不是像你坐公交车的月票，不是你想买就买，想退就退的。它是一个人跟一个国家之间最深沉、最严肃、最神圣的契约。那它承载的是权利，更是沉甸甸的义务。你当年觉得这个中国是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觉得这个外国的空气甜，你把中国籍退了，发誓效忠那个清条旗，效忠那个女王。那这个时候你跟中国呢在这个法律上就已经是恩断义绝了。这就好比是2口子过日子你嫌这个家里面穷嫌这个老头子没本事你非要离婚，非要嫁给那个村头的大款。好，离了，你走了你去过你的好日子了，我们没拦着你吧我们也没有在背后骂你吧。现在好了过了几年了，这村头的大款破产了，那或者说这个大款家暴了你发现还是原配好，还是家里暖和你哭着喊着回来了，说老头子我错了，咱复婚吧。你觉得这个时候要是老头子立马把这个门打开，铺上红地毯，敲锣打鼓的把你接回来，这合适吗？这要是真这么干那对于那些一直守在这个家里面跟这个老头子同甘共苦一起挨饿受冻一起建设家园的孩子们，公平吗？所以现在这个看似死循环的漫长审查期它就起作用了。第一，它筛的是品行，无犯罪证明那是底线
哎，你虽然在这个外面啊漂了这么多年，谁知道你身上有没有染什么坏毛病啊？那谁知道你有没有案底啊？我们必须得查清楚啊！这需要公证认证，甚至需要你跑断腿。那这本身啊就是一种态度的筛选。我们只要好人，不要垃圾啊！这第二呢，他筛的是忠诚。咱们国家啊不承认双重国籍，这点必须得是铁律啊！你想恢复中国籍啊，前提是你得把这个外国籍给退了，还得把那边的后路给断了，这就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你敢不敢呢？哎，你别这边拿着中国身份证想着医保，那边还藏着本蓝护照随时准备跑路。那这种两头吃的墙头草，我们见多了。这个漫长的过程就是让你没法凑的这种猫腻。还有这第三啊，他筛的是耐心，或者说是诚意，这就是最绝的地方了啊！就是如果你只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想回来呢，那比如说是为了这个看病便宜啊，为了躲避国外的骚动，这动辄1-2年的等待这反反复复的折腾足以把你的耐心给耗尽。像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哎，一看这么麻烦大概率就是骂骂咧咧放弃了。哎呀，太麻烦了，不办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正好出门右拐不送，我们这儿正好不需要这种人，而只有那些真正对这个故土有眷恋，真正想把这儿当成最后归宿的人呢，才会咬牙坚持下来。他们会想哎，别说1年了，就是2年、3年，我也得把这个身份给拿回来，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家，哪怕爬，我也要爬过这道门槛。那这种人他才会珍惜，他以后才不会再轻易的背叛。这种人呢，才是国家真正欢迎的浪子回头。那说到这儿吧，哎，我还得再多句嘴批判一下那种特别典型的鸡贼心理。就是你别看这个微信群里面大家都是哭哭啼啼的显得特别的无辜。其实哎，这里面有不少人心里面那个小算盘打的是噼里啪啦响。我有个朋友就遇到了一个就是当年润出去了，前2年回来探亲那个口气那是相当的凡尔赛哎呀，还是你们国内好看病方便，吃喝便宜美国那是真看不起病叫个救护车就得几千美元。朋友说，那你回来呗。哎，你猜他怎么说呢？他嘿嘿一笑，哎，回来呢是想回来，但是我那美国护照也不能扔毕竟那边的空气好这以后孩子还得去上学呢。我琢磨着能不能搞个长期居留，或者偷偷把这户口给上了，别让那边知道。听听这就是典型的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想把做饭的锅给端走。他们这帮人是既想要西方所谓的自由，又想要中国的安全和低成本生活。但是既不想承担中国的建设义务呢，又想享受中国的发展红利，比如说回来养老啦、治病啦。哎，我就想问问，凭什么呀？咱们这14亿老百姓辛辛苦苦了几十年勒紧裤腰带的建设国家，把这个路修好了，把这个桥架起来了，把这个疫情都扛过去了，把这个日子也过红火了。哎，你当年嫌苦嫌累，你跑了，也没有给国家交过税，也没有给国家出过力。那现在看这个家里面有肉吃了，你拿着个碗就想过来分肉，还嫌这个肉切得慢，还嫌这个门槛高，没拿这个扫帚疙瘩给你打出去，那已经算是咱们中华民族宽厚仁慈了。所以吧，这个死循环的政策吧，我看着挺好的，它就是一道隐形的城墙，就是一道过滤网它把那些什么心怀鬼胎想投机倒把的人通通挡在门外。他告诉所有人中国国籍那是无价之宝，不是你失败人生的避难所，也不是你养老治病的廉价疗养院。那个微信群里的人还得接着熬，接着跑证明接着在那个死循环里转圈圈。那咱们呢也不要太幸灾乐祸，但也绝不同情泛滥。我想对那些正在回去的路上，或者说正准备润出去的人说一句话当初离家千万里归来方知路难行。在这个世界腿长在你身上，那想去哪儿呢是你的自由，但是吧，成年人得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你选了那条路就别怪这边路也不好走。你当年既然那么决绝的剪断了跟祖国的脐带，那现在想重新接上，那必然得经历一番彻骨的疼痛。那对于那些真心悔过真心想回家的游子吧，虽然路难走，但是只要你有那个恒心，像这个唐僧取经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我相信祖国最终还是会接纳你的。毕竟血浓于水嘛。
至于那些还在那边骂骂咧咧啊，还在那想钻空子啊，想两头吃的，对不起哦，这不招待你，这道门槛呢，就是专门为你设的鬼门关。好啦，今天的内容就聊到这儿啦。那最后呢，顺便提一句啊，咱们的频道的蓝蓝小分队会员功能上线啦，期待你的加入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